期待，就明明你现在2个事儿你能都做，但你其实很难同时把2个事儿全做好，但别人就希望你两全其美。都是表现的比较自私，好多都是追求那些什么星儿啦什么的，好多东西我们真的对这些现象看不惯。在生活上依靠家长，啃老。你看，我觉得每一代人与每一代人之间就是有误解的啊，就是，那我觉得其实我们年轻时候也是那样子啊。对，我觉得是不变的东西。哎，他们年轻的时候可能也是这个样子。他们年轻的时候心里更深，是不是啊？对，但是他们一旦上了年纪，就容易指责年轻人。你觉得这问题出哪儿呢？我常常想说，这问题是不是出在就是没有沟通，是不是？我就已经不追求让所有人都理解我，我自己觉得我是好的就可以了，我自己做的东西我自己认可就行了。我只能这样了。我和雪晴2个都是巨蟹座，你看我们2个走在一起就像2只螃蟹，可是我们2个都是壳很硬，内心很软。我原来呢，我报志愿的时候吧，想报中文系，我觉得我出来我以后就是个作家。小伙伴就劝我说，你就报新闻，一样的，都是写字嘛。然后我上了1年，我就觉得好像我不太适合当记者，我老觉得问别人问题会给别人造成负担。万一就是他不想回答，对啊，或者是这个事儿他没有那么想讲了，我就觉得是不是我在利用别人的隐私，在为自己谋名声这种感觉。爸爸妈妈会在念大学的时候常来看你吗？没有，我们都不联系，因为我高中就离开家了嘛，就去另一个城市。你是家里唯一的孩子。我高中就在外面读，所以他们已经习惯了。我爸我妈就是那种，孩子出去了，他自己会长大。18岁之前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，那18岁以后那就更放心了。所以你跟父母之间的聊天也不多啊？他们会问一下我身边的人说刘雨欣最近怎么样？然后说他们就不会跟我聊，可能他们自己也觉得不知道聊什么吧。他们比较信赖我的朋友。但很奇妙，是很舒服的一种相处模式。就我真的有事儿，我就心里解不开的东西，我是一定会找我妈聊的。但是平常我们俩就默认说，你要是没事儿，我也没事儿，就大家就不要，咱俩就各玩各的吧，各自过生活。对，就是有的时候没有消息，反而是好消息。对，他们什么都不管。我这志愿就是我同学给我报的，因为我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，你要自己做决定，然后自己对自己负责。我们是没有办法给你收拾烂摊子。谢，请坐吧，请坐。今天的这个念诵会比较特别一点啊。平常的念诵会呢，多数都是人生有点经历的人，然后念他们以前年轻时候写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念诵的几位呢，本身就很年轻，你知道，那他们要念他们更年轻时候的文本呢，我就非常的好奇。我们有几个长辈在这里啊，我们作为聆听者，然后多了解一下年轻人想说什么，然后完了以后呢，我希望年轻人也听听我们想说什么。那我们第一个当然是是我了，是吗？那可不是雪晴，可不是你吗？行，一般开场的任务都比较重。我来。好，你来啊。我今天念的这个是我写在2017年5月份的一首歌的歌词。这首歌的作曲是我大学非常非常好的朋友，他的名字叫石林。我来自铁岭，出生在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小城镇里。然后这首歌表达的就是我们这些来到北京的人，跟我童年时的玩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。就是写给他们的这一首歌。我现在念一下这首歌词啊。于米，是谁要走？江中告别声浪留不住他，谁停下？渔人船影从未离开过家，谁站在幽暗村庄，想找一朵相送的花？是谁等候端阳龙舟划过整个长夏？谁不见山遥水远，故乡秋雨滴答？
谁沉默？声音尽头，远方那边是谁的家？再见面后，旧童谣留不下时光如沙。越长大，秋千越荡，模样越模糊呀。记不清何时寒暄过后，笑着说不出话。多年以后，渔歌故事随风吹散了吧。再无法芭蕉树下说着荒唐想法，只剩下挥霍过去真诚，笑着说谎话。欲买桂花同载酒，终不似少年游。谢谢。因为我没有听过这首歌，他是先写了，对，他先有一个曲子，对，然后你是帮他写了，很快就写完后半部是？对啊，因为我对这种事情比较擅长。石林在哪儿呢？石林在北大读博士，还在读博士，对不对？按理说他应该可以来呀，他闲得很，我感觉。他很可惜他不能来，可是他们都有话要跟你说啊，真的？是啊，来吧。Hello， 雪阳，我是石林。妈耶，他是画了眼影吗？关于我们一起创作的一首歌《鱼米》虽然这首歌在北大已经变成了有点像老鼠爱大米的一个存在了。我之前其实知道雪阳可能对歌词最满意的是那个。是谁要走江中告别声浪留不住他？谁停下渔人船影从未离开过家？我当时写这段呀，是我脑子里的影像，是我当时从铁岭离开去读高中的时候，然后我所有的朋友在我走那天都去送我，然后他们就是站在那儿，然后我就走了。然后当时哭得特别惨，所以我就写了，就是大家的告别声留不住他，他是一定要离开这里的。我始终觉得那些和我一起长大的留在那个小县城的朋友，可能是我一生最珍贵的朋友。特别感动的就是我一回到家之后，别人都会问：“哎，你在外面赚挺多钱吧？”但他们会说：“你在外面很辛苦吧？”然后我们比如说大家出去吃饭，我说我来请你们吃吧，我现在赚钱了。哎呀，你一个小姑娘在外面能赚几个钱嘛？就是心疼你。对，他们也不是我的亲人，也不是我的长辈，但他们真诚的希望我好。我那个时候我在别的城市，我需要依靠每天给我的朋友打电话来缓解我的心情，就是我的父母给我打电话是没有用的。我小的时候会没有安全感。就觉得哎呦，这个事儿我所有压力都在我一个人身上，他们没有办法解决。对，但是好处就是我可能长大之后也比较独立。但我要是以后有孩子了，我还是希望他相信我可以是他的退路。那我没办法，那时候我的家庭条件不允许我有那样的退路。家永远是一个退路，那个时候是无能为力的，真的吗？所以没办法。以前因为战乱，很多孩子被迫跟父母分开，但是现在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未来，很多年轻人也早早离开了家，也变得非常的独立，其实是令人非常心疼的。不管彼此如何假装坚强，他们心里一定有很多的不舍。是不是这儿啊？应该就这儿了。对，就这儿了。门儿就这儿呗。我觉得今天会好玩。今天所有的文本呢，其实都没有太久以前的。哎呀，这有一个妈妈写的，哎呦，爱人妈妈写的，祝贺你终于完成了应试教育。我现在写，你是个自由人啦。爱人妈妈写的，爱人如己，爱己如人。哎呀，这个很重要。我觉得爱人如己和爱己如人，通常有人只能做到一条啊，我就没有办法爱己如人，但我可以爱人如己。对，我做不到，就是对我自己像对别人那么好。但你对自己蛮苛刻的是吧？对，我对别人就是很宽容，然后也很舍得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，然后对自己就不行。这个是这个电竞唱跳歌手。哇。每天写，哎呀，真能写呀！是，今天呢，12月18号第16天，
一转眼离正式入营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，困了，不想说了吧？这是我24岁所写的，然后那个时候我进入电影圈大概有6年了。大公司有大公司的体制，对吧？就第一就是不让你谈恋爱的那个，所以我1年以后就跟他结约了。为了恋爱吗？不是，我觉得要自由嘛。现在还是很多的现象是这个样子。我说为什么在中国电影史上，几乎各个女明星都逃不出这个被安排好的命运？青春色相是最重要的条件，红的时候就要狠赚一笔钱。当你一逐渐发胖，眼角有第一条皱纹时，便赶快开始物色好丈夫。好丈夫。接着当然就是收山、嫁人、生小孩。从此之后，电影这一行就和你再没有一点关系和联系。如果婚后平安愉快，那是大幸；嫁后不愉快而导致离婚，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。如因婚姻不美满而自杀，那真是不幸，但却是件常事。谁会对电影明星的自杀而感到惊奇呢？你看，在我们那个年代啊，有这样子的事，我就是不太相信。就算是结婚，我也觉得不需要放弃啊。就是啊，还可以继续做。而且现在很多女孩都不这样了，是不是？对，包括现在很多女艺人也是，非常的对注重自己的对事业心很重，她无心恋爱。其实那也不叫事业心，我觉得那个是叫做你觉得自己做那件事情还没真正做完，还没真正做好。尤其我那时候就演戏，我说我看那个时候，我看我们的前一辈像萧芳芳啊，他们这样是最精彩的时候，怎么可以就这样就退休了呢？而且不应该是结婚和自己的追求是矛盾的事情。是啊，如果矛盾了，那可能我觉得需要调整。在青春的岔路口，你做过最对的选择是什么？最后悔的选择是什么？我最后悔的选择是拒绝了人生中第一个跟我表白的男孩子。写上这个吧，把这个写。那你觉得错过一次好机会啊？对，也不是错过了一次好机会，就很遗憾。我并不一定说这个机会有多么好，我们俩一定能怎么样，但是感觉你看我反而是反过来，我是后悔太早结婚是吧？太早第一次的结婚，我未必会跟他结婚，但我不应该拒绝他啊，因为确实他很好，我也对他也还挺有好感，但是我当时为什么拒绝他呢？就可能觉得要乖。我现在事业心重，我觉得是因为我爸妈越来越老了，我爸爸和妈妈都各自有一个新的家庭，我可能要保证4个人的生活。我觉得你也管太多了。我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孩子，那些阿姨叔叔也有自己的孩子，但我仍然觉得我对他们有责任。然后我就觉得，因为我小的时候，我姑姑啊、姨呀、舅啊，我这些亲戚都拉扯我，把我拉扯到，我觉得我对他们也有责任。有责任。然后我必须要在有他们需要的时候能挺身而出。然后我觉得我身边的人，我的朋友们，我也得照顾好他们。我想照顾的人太多了，所以我就很累。你说我自己想要什么吗？我感觉自己挣的钱，我也不怎么爱花钱。你还是蛮努力的，因为我感觉到你至少做很多事情你都没有什么抱怨啊。对，因为我每次做一件什么事儿，我就觉得，你像我们起得早，人家工作人员起得更早；我们收得晚，工作人员收得更晚。然后他们赚的钱又没有我们多，我觉得我们如果再抱怨的话，他们好可怜呀。挺好的女孩，你是个好女孩。我可不咋的呢。可应该找一个好。可不嘛，我应该找一个好的男人。真的。而且我真的会非常的对我的另一半好。好，哎呀，我这时候就这么好看呢。真是啊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就把这个呢，就没事就挂在你的那个你最常看到的地方。但是这个照片里所有的人现在都胖了。真的，这个照片都是我们所有的人最瘦的时候。对呀，那都是年轻的时候。对，现在这个六个人没有一个是瘦的。长得挺帅的呀。帅的。结婚了吗？没有。哎呀，我这个朋友是帅的。是啊。对你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两个很好。那继续好好的。
别只叹气了。那好多人不珍惜，就是，看不到我的好。没有会的，会的。哎，对你相信，对你完全相信。透过这些年轻人漂亮的外表、光鲜的生活，我感受到了他们背后的努力和追求梦想的艰辛。他们非常爱自己的父母，但是每一个孩子要表达对父母爱的方式，往往也来自于家人是怎么表达他们爱孩子的方式。青春期接受到的第一份教育，不就是来自于家庭吗？最后1个月呢，我真的是猛刷题刷过来的，所以就通过那1个月的时间，我考上了自己想要的大学。那个时候，他真的就是对我刮目相看。我还挺愿意说，40岁或者再年纪大一点的时候，可以有继续有模特的工作。下次请父母到北京来一趟，请他们看看我的演出。害不害怕很多人把你当做是一个可以去追随的一个偶像？我怕，就是你们可以喜欢我，但是你不要学习我，因为我很怕我身上有一些做的事是错的，完人家学了，人家学错了怎么办呀？我觉得是你要追星，你就得从你追的这个人身上学点好的。真正的文化的这种继续延续，是不是就越来越都短暂，都很单薄了？我觉得不会，我觉得只要有人在做，坚持做长的、漫长的、需要耐心的事情，就一定会留下来。你这样讲我就放心了。我叫游天意，游呢是游泳的游，天是天空的天，翼是比翼双飞的翼。这个名字就注定着我会和天空和飞行有不解之缘。对，因为我是模特嘛，然后我高1的时候呢，就去到纽约，然后巴黎，然后伦敦，就是各个不同的国家去工作。天意从15岁就开始他的模特生涯，10年后他已经成为了超模。超模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呢？任何一个工作要把它做好，应该不可能只是凭运气吧。今天又是早起的一天，先泡个咖啡，尿尿清理一下，给它解决。我理了 ，boy，good boy。早上好。你稍微先放松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可以最后一个，我可以停在这里。哎呦妈呀！呼吸推高一点，一边推高一边想着我们肚子要再放平。我为什么要提议来做运动？右边膝盖推到垫子的侧面，让我们右手往上指向天花板。我不要当模特，我才会。整整5年，因为国际时装周的原因，我一次也没有在家过过春节。一个人在外面的时候，经常和家里人视频聊天。不过有一件事，我从来没有和他们说过。那一次是在巴黎时装，要穿一件束腰，3个人过来压着我的肋骨和肚子，拼命的要把束腰的拉链拉起来。结果拉得太快，一下子拉到我背上的肉，肉卡在拉链里，痛得我喊不出来。
然后他们立马呢又把拉链拉下去，结果我的肉已经掉了一整块。很多时候碰到难过的事情，我就会想问，为什么要选择模特这条路？有的时候自己会突然崩溃，躲在纽约的模特公寓里，一边洗澡一边哭，怀疑自己，否定自己。但是哭完之后，第二天我又整理好自己，焕然一新的去赶下一趟飞机。万里高空，透过机舱的窗户，看到望不到边的天空，我跟自己说，也许只有一直向前走，才是青春该有的姿态吧。因为很难见到我一面，70多岁的爷爷奶奶学会了熟练的使用微信、微博。其实我很后悔那天教了奶奶一个短语 "See you"， 我追着她念，她嫌蹩脚，就一直没有念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她原本就知道这个短语的意思。现在奶奶在做饭，爷爷还有妈妈也在厨房忙碌着。爸爸发来微信问我要不要带一碗酸辣米粉回来。我坐在阳台上，和妹妹2个人谁也不说话，安静地看着书。阳光将它自己放在我们的身上，和这久违的幸福感一起，悄悄地、慢慢地。我是觉得我自己是就太幸运了，因为我从做模特就是被指引到这个，我妈妈她是帮我就是这么突然的报了名，然后突然的又很顺利很成功，然后突然的又走了这么多秀。走到你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你会不会也面对了说，哇，其实现在已经太多更年轻的一辈出来了，这可能也是一种压力啊，焦虑啊，就是每天都是在焦虑，就是可能被人家选择，然后又有后面的人在追赶，前面的人也是很优秀的。因为其实我是小时候蛮自卑的，就初中、高中的时候，我这个身高在我们班上算是很突兀的一个存在。然后我每次拍那种毕业照，都是站在最中间当那个对称轴，所有的人就这样排下去排开的。我第一次知道是有人会因为身高而自卑的。那我们那些像我矮谁矮谁自卑，你们那是谁高谁自卑？我叫天意嘛，然后有一个手机的电信的品牌是189，所有的人都叫我189，我当时就背负了这个称呼还蛮久的。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妈帮我做这个选择，我从此以后就这个自信的感觉就是尝到了。我去了纽约之后，我是妈妈跟着我去的。语言沟通起来，包括一些人文的差异，就是还蛮受挫的。但因为妈妈就是一直陪着我，虽然她也帮不了你啥，但是你俩在一起有安全感。对对，会让你觉得那份安全感是一直都在的。妈妈有话要跟你说呀。你去纽约的时候还不到17岁，有一次你在纽约拍完片回公寓，刚好那几天你又感冒发烧了，路过一个学校。看到操场上嬉戏打闹的孩子，你发信息给我说：“妈妈，我好羡慕这些每天上学的孩子呀。”看到你信息的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亏欠你好多，心想，如果当时我没有帮你报那个名，那你现在不也是一个每天无忧无虑上学放学的孩子吗？我常常会问，就自己发问，就是说为什么你把我带到就是进入模特这个行业，然后又要给我一些，就是因为之前因为一些原因啊，然后丢了很多工作。别看我说是做模特啊干嘛，就要走秀的时候是自信的那一个，但其实我不是很相信自己。亲爱的女儿，爸爸妈妈谢谢你这么多年跟我们一起分享了你成长的过程，让我们体验到了生命的美好。纪伯伦有一首诗中说，你的儿女其实并不是你的儿女，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，却非因你而来，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，属于你做梦也无法到达的明天。我们希望你永远健康快乐，青春永放异彩，明天充满无限可能。什么？哎，只有我知道这背后的秘密，我一看就知道是我爸给他写的。以前我会迷茫，以前我也会很
迷失在前面和后面的这样子的一个互相追赶的这种境地。但是我现在可能状态是比我之前任何一个时期都好的一个状态，因为我相信我自己，我更内心更坚定。我想问你啊，美女，就是说你当时你觉得说是你母亲给你选择的这个职业哈，那你现在你后悔吗？我不后悔，那就对了。对了，对，我妈好像也会这么说。你妈是为了你好，就是我真的很感谢我爸妈，我是每天都跟他们在家里的微信群聊天的，我啥事儿都跟他们说，因为他们是最相信、最支持你的人。我好羡慕，因为我也有孩子，我也是一个女儿。当时我的想法，我的孩子，你不要离开我身边，就在我身边生长，我一天看着你，因为就我一个。说孩子出国留学，我说我不。但这种事现在已经后悔也来不及了，就是舍不得，尤其是个女孩。你们当女孩，你们的爸爸都有这个体会，但这一点我得向你们学习。谢谢。我妈4年没有去北京看我，你记得跟妈妈分开那事？哇哇哭。你哇哇哭啊？哎呀，我特别想她。是的，这种时期过了多久才？那我很快就过去了。对。你交了朋友，就是我很快就过去了，我觉得没事儿，无所谓，我就玩呗。我的儿子14岁的时候离开家念书，我送他走的时候，他一开始瘪嘴，没有哭，瘪嘴，他一瘪嘴，我马上把头转过去，哎呀，赶快走，你知道？可是好像2天以后他就忘了，很快，非常的快。是的，是的，我也是。我说我常常跟年轻人聊天啊，听你们的问题啊，你们讲的所有故事，可是你们有没有坐下来问爸爸妈妈说，哎，我也想听听你以前的故事，哎，你最近好像看起来不太开心，什么事儿？你知道有没有去反过来自动的跟父母去聊他们的事儿，有吗？有。你也没有对不对？你偶尔。那个是完全避开我，不看我。我以前也是一个就属于那种坏小孩的那种，在学校里边，然后也会，总打仗啊，然后不好好学习的这种。就是现在觉得父母年龄很大了，然后，跟父母在一起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了。就我爸爸身体还是不太好，然后会有一些风湿啊那种病什么的。在赚点零花钱的时候，就会买一些膏药或者是。给我妈买的化妆品啊，然后给我姐买的那种，就是像笔记本一样的一个挺高级的一个东西，反正挺贵的。那他们开心吧？特别开心，就是说那个啊，你终于是长大了，不像以前了，怎么样，就是还是很欣慰的。好，谢谢你。我好像除了能在我闲下来的时间给父母打电话以外。我并没有做到其他的，对陪伴他们的时间。对，就会很后悔。我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我一回家，我妈给我做了一碗面，做好之后我和我爸在餐桌上吃，我妈在厨房忙活。我一般都是低着头吃饭。可那天我瞟了一眼我爸的这个鬓边有一点白。那个时候我爸才40多岁，就觉得，就是感觉自己确实在成长，但是。自己成长的路上却缺少了一个最重要的人在你身边，并不是去责怪他，而是在责怪自己。我没有去陪伴我的父母。因为我爸爸的头发可能来的比较早一点，因为他要很多材料什么东西，他要熬夜什么，他那个就很快。我妈妈是近2年才开始变白嘛，那。是很久没回家了，有一次，然后回到家之后，他做饭就端菜过来的时候，然后就我也是看到这一下，所以那个男孩讲那一瞬间，我就瞬间就是那一幕在我眼前，我一下子我就又接上。青春对于我们
这一批同龄人来讲，我觉得可以有一个关键词，就是多元化。接受到的教育是多元化的，交流方式是多元化的，感受到的情感是多元化的。95后年轻人应该去接受生活，选择理解生活，最后选择热爱生活，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。谢谢。今天我们的现场来2位特殊的嘉宾，然后我想说的是，张艾嘉老师，不仅我的爸爸妈妈喜欢你，我们都很喜欢你。李雪琴姐说的是，你真的非常漂亮。张姐在给你写祝福哦。祝雪晴生日快乐！她7月1号生日，所以在这里画了她一幅她的画，因为上次忘记了她照相。